漫画对我来说是个很私人的东西，我把我自己很私人的情感跟感悟放在这个漫画里面。那段时间，我就觉得自己很像住在阁楼里的一只蝙蝠一样，然后每天都能够跟自己对话，或者是站在他的角度去看世界，看他的生活。可能你会觉得，人如果灵感不足或枯竭的时候，可以去走出去，或者是跟人家交流更多。但其实我可能会更加挖掘自己心里有的那些东西。我是粉塔，独立漫画创作者，主要是画一只小蝙蝠的漫画。这个是画了一些26个不同造型的阿福，我觉得这些之后把它具体成为小的玩偶，感觉都还蛮可爱的。但是这个工作量也是有点太大，因为我也是今天才刚刚学怎样去做3D 的建模。每天生活其实都还蛮固定的，起床后开始处理一些工作，可能是偏向文书类的，下午是比较大段的时间是用来画画的时间。最近重要的是在做下一个的剧本要写，就是都要写很多。我本身是文学系下的编辑出版专业，大3的时候是去了一趟台湾去做交换学习，在那边认识了一个老师。然后在那位老师的指导下，才去发掘自己有画画的这个兴趣，然后那时候才开始完整的去尝试画画这个领域。那时候是大学毕业后待业在家，然后住在广州的我姐姐的一个房子里。她那个房子它有2层，但是它有多一个阁楼，非常狭小的空间。然后我就住在那个阁楼里，我就觉得自己很像住在阁楼里的一只蝙蝠一样，然后那段时间也心情跟状态都不太好，希望能够就是借由这种记日记的那种形式吧，把自己变成一只小蝙蝠，像住在阁楼里，然后每天都能够跟自己对话，或者是站在他的角度去看世界，看他的生活。当时疫情开始的时候，我还用阿福这个形象在公众号里面发了一篇提醒大家常洗手，出门要戴口罩的短篇的漫画。但让我很意外，有人会在底下评论说，为什么疫情这个阶段还要用蝙蝠的形象去传播这件事情，就是让我还蛮诧异的。但后来就是也有很多网友就是站出来替我讲话，会说现在还没有确凿的依据，说我们不能够去污蔑一种生物，或者是，有些人还会说，他就是一直画蝙蝠的，他并不是就是为了这个疫情才画蝙蝠的，对。因为我自己有收集很多蝙蝠的玩偶，你看我有很多。就是去各个地方旅游，就是都会买到一些蝙蝠的东西。之后可能把阿福做成像这样吧，做起来的可能更乖一些。营业了，上班了。我觉得作为一个独立创作者来说，最大的困难是精力有限，人手不够。无论是参加书展或者是艺术节好，我除了我的漫画作品以外，我还需要给大家提供更能够吸引人的周边商品，需要这部分来获取更多的费用去支撑我在内容上的创作，但双边就是会相互的去耽误到。有时候我顾及到我的内容创作，我就会少产出一些商品，有时候，产出太多商品就会让人对我这个人模糊了焦点。其实这个参加 ABC 书展已经是我参加的第4年了，因为主要推的就是新书，然后我觉得大家
都还蛮能接收到我的一些想法的。就是我阐述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书，为什么把新的漫画做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大家都能够 get 到我想要说的，甚至会购买。这本是今年最新的，对，它是主要更新的一个系列，就是主要画一只小蝙蝠，跟水獭跟一个男孩的生活的故事。为了这个漫画的世界观的构建，它整个的世界观需要做很多事情。你要设想他们到底生活的城市、小镇是什么样子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做这本书的设定就是它是他们小镇上发行的一本杂志，所以它包括它小镇 daily， 对，它前面就有他们的小镇的新闻啊什么的。然后因为它3个的故事也是偏讽刺的跟悬疑类的故事，所以就想说漫画想做那种小时候在看。躲在被窝里偷看漫画杂志的那种概念。我刚刚的感觉就是。对。你在哪里？对，在上海。现在在上海。对，之前都是在北京。对。好吧，我们错过了 ，sorry， 不好意思。我们加个微信吧，可以。好。对，那是网络。我只能够给大家完整的介绍我的那些东西，但我可能不太会推销之类的。因为我可能会比较多是内容的作品，所以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怎样把这些内容推销出去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安静的文字的东西放在那儿，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做太多的推销的这个动作。画漫画的这一块给我带来的成就感其实是很直接的，读者给我的反馈是这些成就感的直接来源。他们真的能够确切地说出你想要让他们看到的东西，然后他会跟你探讨你这本书里面想要讲的一些问题到底在哪里，甚至他提出一个疑问，我都觉得我是有成就感。36。对。每年都在进步的，很卡。谢谢。画的特别可爱。你是用水彩吗？还是马克笔？水彩。啊，水彩。期待明年还有新的形象和作品。好。这特逗哎。盘点下来，书跟石头还有蜡烛都卖的比较多。下次再战。参加书展还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，觉得虽然辛苦，但是还是现阶段还是蛮有乐趣的。我的家人不知道我是自由职业，然后我还是跟我家人说我在上班。那我自己来说，有时候是会觉得它并不是特别的稳定，毕竟就是房租啊什么都在那。那我觉得每个自由职业的人，他们都是在摸索自己一套平衡的一个工作跟生活的方式。最近正在开始画下一本新的书，下个阶段就慢慢尝试去定下一本书的风格跟整个的画法。我希望在10年后，我不用担心我的收入，可以很成功的出版，甚至连载出版我的漫画作品，我能靠着我的版费支撑我的生活。阿福的这个系列能画下去的还是有很多的，我觉得把它们发展成为一个阿福宇宙，可以算是最终的目标。如果能够达成，我觉得我这件事情还算成功了。